一龙、二龙、三龙、四龙、五龙。赵氏宗亲的这个公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台中大肚旅行，上午造访了万里长城登山步道，中午过后要在大肚市区徒步旅行。我们现在就要从大肚车站出发，兵分两路，我是步兵先行，我老婆是骑兵，先去找个地方吹冷气、喝咖啡，待会再骑 U-Bike 微笑单车来跟我会合。第一站我来造访赵氏天水堂。是200多年的古厝，沙田路2段。自治路，我看到土地公庙了。大东里福德正神。哦，这里有屋墙彩绘。从前面右边的巷子进入，这边就属于赵氏天水堂的范围了。天水堂这边有巷子可以进来。这拢古早厝啦。哦，拢古早厝。啊，这拢是灶嘛，对是。哎，对，拢生对。啊，内底就哦。头前是公厅，啊，这是。一龙、二龙、三龙、四龙、五龙。赵氏宗亲的这个公仆啦。哦，这个是很难得哎，5户龙。这是4户龙，3户龙。赵天福演示馆。这是2户龙。哦，300年啊，从乾隆年代到现在，宫厅现在在整修中。这边是宫厅，有获得政府补助，现在正在整修。宫厅这里本来有一个很特别的犁头符，不过现在可能是整修期间，暂时拆下来了。天水2龙开大宋，常山1虎住汉家。所以据说赵家是赵匡胤的后代，所以天水2龙开大宋。那常山赵子龙也是赵家的祖先。今天没有机会看到赵氏天水堂宫厅著名的犁头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就是旅行的际遇，要随遇而安。旁边这是天水堂的左护龙。我从这边的巷子走往永和宫，是大肚的下街妈祖庙。这是3户龙，这是残存的屋墙吧？里面的房子已经拆掉了。哇，旁边的巷弄，这边也有古厝。这整个聚落可能都姓赵吧？啊，没错，天水堂。绕回到沙田路2段了，我进入永和街了。走往永和宫，我抵达永和宫。永和宫旧称大肚宫，创建于乾隆53年，1788年。大肚有不少古庙，不过大部分都已经改建了，所以没有任何的庙宇被登录为历史古迹。那永和宫是下街妈祖庙，那顶街妈祖庙是在万兴宫那里，比较远。希望今天有体力可以走到那里。永和宫虽然不是古迹，但庙里面有乾隆年间的古香炉，还有嘉庆20年的古匾额，被登录为文化资产、历史古物。嘉庆20年，
克配比天，是当时台湾总兵五龙阿的线匾。另外一块古匾，海邦所瞻，嘉庆乙亥年，也是嘉庆20年的古匾。乾隆辛亥年，大肚公石香炉。乾隆辛亥年是乾隆56年，1791年。古匾古石香炉，这是目前永和宫最珍贵的历史文物。大肚永和宫的旁边，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肚教会。大肚宫前面这里也有 U-Bike 租车站。没想到老婆这么快就出现了。我们继续前行，走往大肚保安宫。前面要过平交道，这是纵贯铁路海线。哦，这是一间庙。代办。代办哦。哎，这叫什么庙？保安宫啊。哦，保安宫哦。哦。这就是大肚保安宫。我误会了，保安宫现在已经迁移到新庙，这是旧庙，把它保留下来。所以我刚刚想说，这怎么会是保安宫？看起来像是荒废的庙宇。不过我是比较喜欢看古庙。87水灾看我过啊。阿伯说，这红砖古厝都是经历过87水灾，当时头壳厝的话都一定被冲垮，只有红砖砌造的房子才撑得过87水灾。哇，红砖楼房。哦，保安宫到了，这是庙后方，大肚保安宫，主祀玄天上帝。这是新庙，戊辰年。大肚保安宫是民国77年迁移至现址，就是戊辰年。哦，这边有一块古匾，同治辛未年、同治10年，护国庇民。神龛供桌上，这才是古老的石香炉。离开大肚保安宫，我们继续走永和街，接下来前往黄溪书院。这里又有一间三合院，也是天水堂，所以这附近都是赵姓人家。哇，这是架杠的头壳厝，竟然撑过87水灾，还是水灾之后重建的。哦，旁边有一间庙，福德祠。大肚保安宫福德正神。继续前行，这是大肚圳。大肚圳修筑于清雍正13年，1735年，已经快有30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抵达黄溪书院。黄溪书院俗称文昌祠，创建于清光绪16年，1890年。在1895年乙未战争期间，日本近卫师团的司令北白川宫仁久亲王在8月26日抵达这里，以黄溪书院作为预设营，所以后来在日本时代，这里被指定为北白川宫仁久亲王的御遗基。那1899年大肚公学校设立的时候，就是借用黄溪书院作为教室，后来也在书院后面盖了新校舍，一直到1938年，大肚公学校才迁移到现在大肚国小的现址。黄溪书院在87水灾的时候也受损严重，加上一些文物被窃盗，一度非常的寂寥冷清。后来在地方人士努力之下，民国74年被指定为历史古迹。今天纬地，光绪乙丑年。
我刚查不到光绪乙丑年是哪一年。光绪的时代并没有乙丑年，乙丑年是1865年，同治4年。这是砖雕，目前正在维护中。这是海棠门，然后前面那是平门，意寓平安之意。这是黄溪书院的旧貌，曾经非常的沧桑，经过修复之后，才成为现在的样貌。看当初的拜亭几乎都已经快要倒塌了。平门，黄溪书院的后面。按照资料，这里曾经是日本时代初期大都公学校的校舍，不过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宅了。台湾的文化资产保护是在民国74年才立法，当时黄溪书院就是第一批被登录为历史古迹，是国家3级古迹。当时的立法还引起立法院一阵热烈的讨论，应该说是很多反对意见的讨论，很多万年立法委员，当时他们就持反对意见，他们说台湾的古迹。这些老建筑大概顶多300年的历史，如果这些都能列入历史古迹的话，那么我们将来反攻大陆，中国大陆有那么多超过300年的一些寺庙、老房子，不就通通要列入古迹了吗？所以后来妥协方式就是将这些古迹的认定只限于台闽地区，等将来反攻大陆的话。这个古迹认定标准是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的，所以好在当时有立法，不然的话，后来反攻大陆没有成功，台湾这些即将破败的老房子、古庙也没有维护的话，我们今天什么都看不到了。离开黄溪书院，前面是福兴宫，也是一间古庙。不过已经改建了。黄溪福兴宫创建于清嘉庆21年，主是苏府王爷，何氏玄天上帝。福兴宫还保存了一座光绪6年的石香炉，那边灯光比较暗，看不到光绪6年的刻字。那里面正在起架踢档，所以我就赶快离开了。我们继续前行，去造访黄溪社区87水灾故事墙。这里就是黄溪社区87水灾故事墙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的路面是垫高许多。我要进入房子都要弯腰了。87水灾故事墙祭祀，这应该是台湾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。民国48年8月7日，当时这里的大肚溪堤防崩堤，溪水灌入，85%的房屋都倒塌，所有的土埆厝全倒。这里有87水灾的访谈记录，不到半小时，全村淹没，房屋倒的倒，村民逃的逃。一片哀叫声不断，
家里的鸡鸭鹅猪都被冲走，我是骑着水牛逃难的。前面还有好几棵老榕树。我们从这里往回走，就走回大渡车站。对面有三合院古厝，也是天水堂。哇，这边巷子都是红砖古厝，我进来看一下。都荒废了。台湾真的蛮多空屋的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吧。像日本的乡间也是空屋很多，老年人走了，年轻人回不来，房子就一天一天的老去，荒废。右侧那里是大渡核心宫，核心宫创建于民国65年，主祀赵府千岁，就是三国时代著名的名将赵子龙。我们现在就沿着铁道旁的小路走往大渡车站。这是大渡车站的铁路仓库。我回到大渡车站了，这样环绕一圈，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又40分钟，还不到5公里。大渡，这是我第一次造访，我的台湾人生路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了。不过今天还有个景点还没去，就是顶街妈祖庙万兴宫。这边去的话，来回大概半个小时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太累，那我们就开车过去好了。开车过去很快就会到。那我今天的大渡徒步旅行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车子停在后站，大渡万兴宫。顶街妈祖庙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大渡徒步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